2025年3月31日，加州一位化学品采购经理收到了 3M 公司授权分销商发来的最后一封确认函。他刚刚发出的氟化液订单是这条渠道愿意接受的最后一批。从4月1日起 ，3M Novec 7100、Novec 649、Fluorinert FC 72三种名字像实验室编号一样冰冷的产品不再接受任何新订单。最后一批供货将在2025年12月31日交付，然后生产线永久关闭。他的客户是美国西部一家2线数据中心运营商，这家运营商的浸没式冷却系统设计、合同条款、工程师培训、备用流程全部建立在这种特定氟化液之上。他们面临的不是寻找替代品，替代品要么不存在，要么意味着推倒整个冷却架构，从头来过。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此前从未想过会存在的问题。自己的整套系统建筑在一种正在停产的化学品之上，而这件事 3M 退出全线 PFAS 生产，宣布于2022年12月20日，从决策到最后下单日，整整39个月的预警窗口，1107天。整个行业看着倒计时一格一格走完，大部分人没有看到。那一天，大部分行业人士正在关注另一件事。OpenAI 的 ChatGPT 上线刚满20天，这是一个特殊的故事吗？或许不是。当我们把镜头拉远，审视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这2年倒计时不止一个。熊健在过去数月里跟踪了5条平行的供应链信号：大型电力变压器、氦气、并网协议、地方议会的会议记录，以及那种正在停产的化学品。每一条单独看都不算新现象。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显出一个共同的轮廓，在 AI 革命的资本承诺与物理基础设施的实际交付之间，横亘着一道深得超出市场预期的鸿沟。这一期讲的不是 AI 会不会成功， AI 已经在成功，讲的是另一件事，这场成功正在以何种方式重新分配它所创造的财富。谁在过程中被淘汰？谁在过程中渐渐活成了一家公用事业公司？谁索性直接买下了核电站？先说变压器。美国大型电力变压器设计容量100兆伏安以上的设备，从下订单到交付 ，Wood Mackenzie 给出的2024年数据，平均120至130周，具体到100至300兆伏安区间，80至210周。最紧张的发电机升压变压器36至48个月。3年前，这些数字大约是一半。为什么？不是铜短缺，不是铁矿涨价，是高排号取向硅钢一种特殊的电工硅钢片，全球供应集中度过高，而新建产线的决策周期以年计量。市场上的高价信号要再等几年才能凝结成新的产能，价格已经在喊话了，但工厂还没有回应。变压器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氦气半导体制造和高端冷却不可替代的关键气体卡塔尔占全球产量约1/3。2026年3月伊朗事件后，卡塔尔 Ras Laffan 工业城的氦气精致装置停产。3月中旬 Airgas 公司向美国客户发出函件，实施配给，每月供应限制在正常量的50%，加收附加费，修复期估计3至5年。并网排队，这才是真正看不见的瓶颈。Lawrence Berkeley 国家实验室的报告显示，美国电网项目从并网申请到商业运营的中位时间，从2008年的不到2年延长到2024年的超过4年。PJM 在2023年2月暂停接受新申请。CAISO 在2024年因新规则强制项目重新提交，导致大量容量从队列中撤出。队列本身变成了消耗时间的机器。变压器、氦气、并网3条线索叠加在一起，勾勒出 AI 基础设施扩张真正的物理边界。这条边界不在芯片层，不在电力总量层，它隐伏在分发层、审批层，在那些从来没有人为之写过新闻稿的环节里。这不是新现象，
回看历史，有4个先例值得端详。1996至2001年的美国光纤泡沫 ，WorldCom、Global Crossing、Quest 等运营商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铺设了8000万英里光纤。WorldCom 当时声称网络流量每100天翻倍，后来被证实是会计造假。2002年 Global Crossing 破产，负债124亿美元 ，WorldCom 紧随其后。泡沫破灭时铺下的光纤，到2005年仍有85%处于黑暗状态。它们最终被消化，但消化者不是当初出资的那批运营商，而是2005年之后崛起的 YouTube 和 Netflix。建设者倒下了，使用者还没有出生。2008至2022年的 PJM 风电并网积压，互联队列从18个月延长到5年。2018年之前申请的项目只有21%最终建成，72%直接撤回前期支付的数百万美元互联研究费用，完全沉没。2008至2024年的美国核电复兴，乔治亚州 Vogtle 3 4号机组从开工到投产用了14年，延期7年，超预算170亿美元。南卡罗来纳州 Summer 23号机组在投入90亿美元后，于2017年彻底取消。瓶颈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和蒸汽发生器。日本制钢所是全球唯一具备600吨级钢锭和15000吨压机能力的供应商。新进入者不敢踏入这个行业，因为核反应堆订单的全球波动太大。一个行业的准入门槛不是技术，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1942至1945年的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钢、铝、铜、橡胶被5级优先级体系分配，非军用项目不是破产，是被行政命令直接禁止开工和领料。出价更高没有用，稀缺物资的去向由谁更被制度认定为重要决定。市场在那一刻退场了。4个先例，4种结局：破产清算、流程拥堵后的高撤单率、超支硬着陆、强制行政重分配。把它们放在一起，浮现出一条共同的纹路。当物理瓶颈和制度摩擦同时收紧，资本承诺会以远超预期的速度从已宣布滑向已撤回或已沉没。这不是预言，这是已经发生过4次的结构。历史不会重复，但结构的相似性可以被精确映射。这是历史的形状，但形状是抽象的，它需要被填上具体的人。让我们看其中一个。为避免指向具体公司，本节案例经隐名与合成处理时间节点、延误模式均来自熊建跟踪的多个真实项目轨迹。2023年第2季度，一家位于美国西南部沙漠州的2线开发商从2位前数据中心高管手中接过一个项目，他们看准了亚利桑那霍德州的廉价土地、未饱和的电力配额、相对宽松的环评流程，开局一切顺利。项目设计200至300兆瓦，资本结构里70%是高收益债，锚定客户是一家新进 GPU 云公司，单一客户占预租约的80%以上。变压器订购走的是单一供应商渠道，融资关闭时利率5%，他们想着熬2年就投产。2024年第1季度，县级分区变更申请提交，一切看似按计划推进。但是2024年第2季度，第1场居民听证会上，反对者站起来谈水资源，这是沙漠州的固定剧本。他们准备了应对方案，承诺非饮用水冷却，听证会延期。但是2024年第3季度，主变压器供应商发来更新，签约时报价的80周交期，实际交付要130周。他们支付了加急费，把交期压回110周。但是2024年第4季度，县议会以3-2微弱多数通过分区变更，反对方当天宣布启动诉讼，法律顾问评估诉讼至少拖12个月。但是2025年第1季度，锚定客户找上门来重谈， GPU 现货价格下跌，对方要求租金降20%，开发商接受了，手里没有备选客户。
但是2025年第二季度，项目融资到了 refinance 窗口，利率从 5% 涨到 7.5%， 债务覆盖率不达标，需要追加股权，找不到追加方。最终，一家亚洲资本愿意进场，代价是稀释 40% 股权，他们接受了。但是2025年第三季度，锚定客户正式宣布转单转向 AWS 在弗吉尼亚州的自建园区，理由4个字：可靠性更高。开发商手里没有合同条款可以阻止。但是2025年第四季度，高收益债在二级市场报价从95美分跌到60美分，不良债务，投资人开始关注。但是2026年第一季度，项目宣布无限期延期。2026年第二季度 ，Brookfield 出价50至60美分收购，开发商接受。把这条时间线压平，看一眼，他们没有犯任何一个明显的错误。每一个单点上的反应都是理性的，县议会通过了就继续推进，变压器延期就支付加急费，客户重谈就接受降价，利率上行就换银行，客户离场就没有，客户也就这样了。但所有理性反应叠加在一起，恰好是一条通往60美分清算桌的路。这条命运线最残酷的地方，不在于失败本身，在于失败的形状。它不是死于单一打击，是死于5个独立打击在18个月窗口里的不同步共振。变压器、利率、客户、政治、不良债务市场任何2项同时发生，不会致命；5项挤在一起就是必死。更精确地说，这种失败不是运气不好，是结构不允许。当物理瓶颈、制度摩擦和资本紧缩同时收紧，二线开发商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足够的厚度来吸收其中任何一项的失控。这是熊健跟踪的多家二线开发商案例中最常见的死亡模式。这些案例里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走到了终点，破产清算，市议会拒绝，主动撤回，无声烂尾。他们的延误归因中接近 60% 涉及地方政治阻力，但没有一个是只死于政治阻力。他们死于多重打击的合谋，每一击都不致命，合在一起就不可逆。而这家开发商最终的接盘者 Brookfield 并不是孤立。2024年1月 Brookfield 以 7.75 亿美元收购 Cyxtera 的破产资产。SEC 文件记录的廉价购买力得为6亿美元，意味着按公允重置价值计算，实际支付的对价仅相当于资产价值的 56%。2024年9月 Blackstone 与加拿大养老基金以161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 AirTrunk 亚太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并购记录。2025年9月BlackRock 与阿联酋主权基金 MGX 组成联合体，以400亿美元私有化北美 Aligned Data Centers。KKR 增持欧洲的 Global Technical Realty。Digital Bridge 与 Silver Lake 注资 Vantage 92亿美元。Brookfield 又吞下 Center Square 在北美的10处数据中心。把这些交易排列在一起，2024至2026年间，12笔重大数据中心并购，其中7笔的买方是顶级私募股权基金，2笔是 Hyperscaler 直接收购，3笔是二线之间的整合。二线开发商在物理瓶颈下慢动作崩塌，私募基金和 Hyperscaler 在折价桌旁安静地等候。二线开发商没有钱重启核电站，但有一些公司有。2024年3月，宾夕法尼亚州 Susquehanna 核电站旁 ，Amazon 用6.5亿美元买下一座紧邻的县城数据中心园区，初步用电协议480兆瓦，附带扩张到960兆瓦的选项。这不是一笔普通的房地产交易，这是一笔绕开公共电网的交易数据中心，直接从核电站的发电机组取电，不通过公共输电网，不参与并网排队，不受 PJM 那条5年长队的约束。接下来24个月，这条路被走得越来越深。2024年9月，Microsoft 与 Constellation 能源签订20年电力购买协议。Constellation 投资16亿美元，
重启2019年因经济原因关闭的三里岛1号机组。Microsoft 全盘包销重启后的835兆瓦无碳电力。一座核电站2019年关闭，一份合同2024年决定重启。8年沉默之后，涡轮机再次转动。2024年10月 ，Google 与 Kairos Power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签下全球首个 SMR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企业采购协议，首台机组容量从28兆瓦扩至50兆瓦，合计规划500兆瓦。2025年6月 ，Meta 与 Constellation 签20年协议，接手伊利诺伊州 Clinton 核电站，锁定 1.151 吉瓦。同月，AWS Talon 协议从480兆瓦初始容量扩容到 1.92 吉瓦，有效期延展至2042年。2025年10月 ，Energy Transfer 签约德州 Fermi America 项目，提供2吉瓦表后天然气直连发电。同期 ，Energy Transfer 还为 Cloudburst 数据中心提供 1.2 吉瓦。2026年1月，Blackstone 控股的 Tallgrass 在怀俄明州夏延市获批900兆瓦 Bloom Energy 燃料电池阵列，把这些交易加起来，24个月 9.6 吉瓦。这个数字需要参照系 PJM 美国中大西洋至中西部13州的电网枢纽对2030年大型负荷需求的预测是55吉瓦。仅4家 Hyperscaler 在24个月内自行安排的表后供电，容量已接近 PJM 整个区域2030年大型负荷预测的 17.5%。而这些容量完全不依赖公共电网，不参与并网排队，不与其他用户竞争，输配资源。这是一张已经存在但尚无名字的电网，没有公开运营数据，没有统一监管框架，没有人正式承认它是一张电网。但它已经在那里了，而且还在生长。回头看前面提到的那家西南部州的2线开发商，在130周变压器交期、5年并网排队、3个月锚定客户离场之间，慢慢的死掉了。同样，这24个月里 ，Microsoft 直接买下了一座核电站。物理瓶颈是同一个，变压器交期对所有人都是130周。并网排队对所有人都是5年，氦气对所有人都被配给到 50%。这些是物理学，物理学不区分对手。但物理瓶颈的含义对不同尺度的玩家截然不同。对2线开发商，它是死局，资产负债表没有厚度，熬不过5年资本冻结的冬天。对 Hyperscaler， 它是护城河的建材，用规模优势绕开瓶颈。而2线既不能跟随，也无从竞争。每一笔表后交易都在同时做2件事：第一件，为自己锁定未来20至40年的机载电力；第二件，把电网升级产生的额外成本，那些原本应由所有用户分摊的网络扩容费用，留给仍然在公共电网里排队的人。这看起来是一个赢家的故事。但每个赢家的形状都会在另一个尺度上投射出一个镜像。2024年下半年，德国法兰克福周边一家中型数据中心运营商计划扩建一座45兆瓦的新园区。他们撞上了一个无解的问题：本地电网没有容量。德国电网升级周期估计4至5年。他们不是没有钱，他们没有 Microsoft 的规模，拿不出16亿美元去重启一座核电厂，他们也没有 AWS 的客户关系，签不下一座现成核电站的全部输出。但他们也不能取消项目，客户合同已经签了，违约成本远超推迟成本。于是他们做了第3种选择。2025年第3季度，他们与德国能源公司 E.ON 签合作协议，在场地内建设61兆瓦的现场天然气发电系统，不依赖公共电网，不参与并网排队。他们做了和 Hyperscaler 同样性质的事，绕开电网，自建供电，签长期合同。但他们做这件事时，需要重新申请发电许可，合规身份发生了变化，从数据中心运营商变成小型独立发电商。监管类别变了，工程师需要重新培训，
资本结构需要按 IPP 模型独立发电商模型重新评估，更高的负债、更长的合约、更慢的回报曲线。类似的事发生在爱尔兰。Vantage Data Centers 在都柏林克朗多金的 DUB11 项目，因为爱尔兰电网无法提供市电连接，被迫部署临时的 HVO 和柴油发电机组，长达3年，从2022到2025。原本设计的10年期数据中心租赁，实际运营了3年的应急燃料供应链。把这2个案例并置，有一条线索浮现：当公共电网的瓶颈足够深、足够长，二线开发商被迫做和 Hyperscaler 类似的事，绕开电网，自建供电，签长期合同。但因为没有规模，做同样的事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结局。AWS 重启核电站，锁定 1.92 吉瓦基载，40年合约，议价权在手。CyrusOne 自建61兆瓦天然气微电网，被迫成为小型独立发电商，推迟3至4年，负债更贵，议价权全无。同样的动作，在不同的尺度下，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更深一层，这种异化目前还是小样本，但如果欧洲电网升级速度确实需要5年以上，那么所有等不起的二线项目，要么死像那家西南部州的开发商，要么走这条路，走到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到了那一天，数据中心公司这个职业类别本身正在被物理学拆解。3年后他们投产时，合规身份不再是数据中心运营商，而是小型独立发电商，一个从未想过要进入的行业。工程师从前学的是制冷与气流管理，现在要学涡轮机维护。法律团队从前研究的是租户合同条款，现在要研究购电协议和发电牌照。财务模型从前的折旧周期是10年，现在被拉长到25年。公司名字没变，建筑物没变，机柜里的服务器没变，但已经不是那家公司了。回到Sunnovac的故事，2025年12月31日，3M 工厂的最后一批氟化液运出仓库，生产线关闭。那一天，距2022年12月20日的决策公告过去了1107天，3年加11天。整个行业看着倒计时一格一格走完，但大部分人没有看到，直到最后1个月，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整套系统建立在什么之上。变压器、氦气、并网协议、地方议会、化学品停产，这些看不见的瓶颈中的每一个都不是新现象，它们在历史上出现过。光纤泡沫、风电队列、核电复兴、战时配给4个先例，4种结局：破产清算、流程拥堵、超支硬着陆、行政重分配。4种结局在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这2年里，正在分别上演。二线开发商在排队领变压器，然后连同债务一起被以每美元面值50美分的折价卖给基金。Hyperscaler 直接买下核电站，锁定40年基载。欧洲的中型运营商被迫成为小型发电公司，合规身份发生了他们从未遇见的蜕变。3种命运，同一组物理约束。熊健跟踪的那家西南部州的二线开发商，2026年第2季度以每美元50美分的折价被 Brookfield 收购。Brookfield 在收购公告中说，这是一笔价值发现型交易。价值确实被发现了，只不过发现的是价值的另一面。61兆瓦的天然气机组还在运转，电力大部分进入了机柜，但那家公司已经不再是他当初想成为的那家公司了。技术革命有它自己的速度，资本市场有资本市场的速度，叙事媒体、分析师、政策辩论有叙事的速度。但变压器需要130周就是130周，氦气工厂修复需要3至5年就是3至5年，核电站从决策到发电就是10几年。这些时间不会因为 AI 是历史性机会这句话而缩短1天。资本可以加速，叙事可以加速，物理学不跟跑。而当3种速度无法对齐，损失就会被分配，不是平均分配，是按规模分配。能熬过物理学耐心的，
接管那张没有名字的影子电网。熬不过的，被送到折价清算桌上，介于两者之间的，被异化为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物理学有它自己的节奏，它不在乎谁的叙事更动人，